2025年就出现动荡了。首先，我们知道2025年是所有前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连美国最友好的日本，包括欧盟，都开始减持，还有沙特阿拉伯、沙特都开始减持美债。那么在2025年减持的比例是加速的，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怎么用这个政府，它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使得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稳定性跟安定性来讲，大家有所畏惧。在今天的一整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回顾，包括在去年还有在今年整体的经济表现，我们今天会分非常多的层面来一一剖析。首先，现在要来关心到的就是有关于美债的问题，美债现在出现了失速列车，会否拖垮美国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10年大家会买美国公债，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险的工具，一直代表的就是美元霸权。但是这个神话是否从去年开始可以说是正式的破功呢？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美元神话是否破功的一些支撑。去年5月的时候，可以看到穆迪它直接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评，美债直接痛失了它的3A 原本的地位。那么债务现在总额美债已经冲破了36兆美元，光是利息的支出首度就突破了1兆美元大关。并且我们看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恶斗当中，去年我们特别观察到，美国政府关门创下了史上最长天期，达到了43天，导致经济是一度的停摆。华尔街日报这边特别也做了一个示警，一向都是比较挺华府的，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一回说，2025年就是美债光环消散的一年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些美银的首席策略师他怎么给投资的建议。他说呢，再来下半场的时候，2020年代下半场投资原则，他认为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债券之外，你什么都可以买。他特别提到了30年期的美债价格已经腰斩了，包括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公债重挫幅度高达45%，这不是短期的修正，他认为就是长期债券的一个大熊市的一个发展。另外，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他也回顾了一些从历史上面来看一个国家未来的前景，特别提到任何大国，如果你在你的国债利息上面支出是高于你在国防上的支出的话，代表未来它的伟大地位其实不会维持的太久，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请教上这个怎么看今年美债2026年的整体发展，会不会成为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特别回顾到会不会重演当初西罗马还有奥图曼帝国债务压垮霸权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吗？我想美债长久以来，过去来讲是全世界当中最稳定的东西，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也不是突然性的。首先，美国债务或美国政府的债务，严格来说是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经济结构里头，它是一个心脏。因为一个国家政府它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个债务本身还不还得起，它当然是一个国家政府运作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过去来说，为什么过去的美债也都欠啊？那因为全世界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一个霸权的体现，就来自于特别是它的金融货币。那核心无论是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通行的货币的标准，然后包括美国股市吸收了全世界所有的资金在华尔街在投资或炒作，而这里头汇集到政府的心脏其实就是美债。所以过去美债来讲，除非美国倒了，这个国家亡了，否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当中，它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因此，美债虽然是美国欠了这么多的债务，但它是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买它的美债，而且作为一个不会倒、应该不会倒的国家，所以长久以来，那么这个作为可以投资，而且有利息。因此，美债本身的利息长久以来都是我们在观察，包括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动荡的指标。2025年就出现动荡了。首先，我们知道2025年是所有前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连美国最友好的日本，包括欧盟，都开始减持，还有沙特阿拉伯、沙特都开始减持国债、美债。那么在2025年减持的比例是加速的。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对于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怎么用这个政府，它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使得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稳定性跟安定性来讲，大家有所畏惧。因此，美债就使得我们刚刚强调的，过去来说，长期的，比如说5年、10年的这个长期的殖利率，
它利息都是很稳定偏低的。但是呢，没想到大家对于美国5年后的债务、10年后债务觉得风险很大、很害怕，所以都抛了。所以因此变成是那怎么办呢？只好提高利率。所以我每次看到长期的这个殖利率如果偏高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最近日债也是哈，日本的这个货币债务也是一样，国家债务也是，大家就觉得不想持有。那所以市场上只好抬高利息让大家来买。那我想2026年这件事情它影响性是如何？我认为还是在看美国政府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这种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内部的这种碰撞，也让美国社会也进入了逼近内战的这样子的不安。那么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些债务问题还是不断的在川普政府的即使收了关税，还是不断的加深哈。但是美债究竟会不会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会对全世界影响？我想，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出现一个所谓完美风暴。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经济当中来讲，美元、美股以及美债当中，它的联动性很高。前面说美元是全世界的货币，前阵子贬得一塌糊涂，可是川普一句话又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动荡性其实并没有不好，只是说也表示这个不稳定。美债后面持续不稳定，还来自于会不会有更多人国家继续在抛售美债，而且美股本身一旦接下来像 AI 的这个泡沫空头，真正的在2026年，因为很多人说会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它的联动性也确实会使得美债本身的不稳定加剧，而他们互相牵扯。一旦美债在美国政府的信用以及跟全世界的国际外交关系，大家都失去对于川普政府的信心，我们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看到的话，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成为2026年当中以美债拉动或爆破的一个黑天鹅所在。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从川普政府去年上任以来，尤其在2025年开始，美债的光环逐渐的褪去哦。那么大家对川普的信心越来越低的时候，川普持续的打他的这个关税战，那其他国家也打什么呢？针对美国的美债来把它当成武器化来打川普，到底有没有效？来看几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欧盟，现在呢都把这个美债当作是一种政治谈判的武器，叫做金融武器来打。中国大陆它针对于川普的关税，直接说呢，不排除大陆会来抛售美债。欧盟也说了，传出因为呢，川普在介入在乌克兰的问题，还有格陵兰的问题，所以欧盟现在威胁要抛售高达73兆美元的美国国债，逼华府回到谈判桌，有没有用啊？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了，台湾海峡发生战争，你手上有一大堆新台币，问你要转投资什么？依据过去的经验，第一个是黄金，可是黄金我先告诉你没有利息，第二重的要命，身上很难放，所以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其实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去买美金，因为美金毕竟还是这个全世界最值得大家相信的一个货币，不然你投资别的，你心里会七上八下的。然后美债有多好，你知道吧？现在美国3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的那个债啊，它今天我查是4.9%的利率，意思说每年到年底它给你4.9%。如果我们央行投资了1000亿美金，到年底这个美国就会给他49亿美金的利息。然后他在国内呢，他有这些钱，对不对？他给他放，因为他是靠国内收来的钱嘛，国内的钱存在央行的，央行给他多少利息？2%不到。它最长的利息是大概3年的，大概只有1.7、1.8、1.9。我这样讲好了，这两个差的是大概3%。所以我央行什么事都不做，我买1000亿美金买美国的国债，我一年基本上躺在那里就赚30亿美金，就是1000亿台币，大概是这样。你说好不好赚？那当然就是你要问这个美债到底稳不稳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今天刚上次课有讲这个黑天鹅，我觉得现在是有一只黑天鹅，你要小心的就是啊，当大家觉得心情不稳的时候，都怀疑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定涨价，那个就叫黄金，因为黄金是全世界人类最原始、大家最信任的货币，所以当大家心里在怀疑的时候，金价一定涨。那你知道最近金价涨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我能够在过年的年初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请你今年操作股市你一定要谨小为慎。因为当黄金一直在涨，那代表整个全世界，因为这个金价不是我决定，不是你决定，全世界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怀疑的。那至于你说这个各国为什么有的卖有的买呢？
这跟各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好比说中国有这么多，它现在还有6000多亿啊，这个美债，因为它随时美国就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来威胁它，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受威胁的东西。那像什么英国啦、日本啦，它跟它绑在一起的，它怎么能卖呢？那至于你说这个美债会不会变成金融武器哦？当然它是一种金融武器，但这种金融武器类似核弹。什么叫做类似核弹？当你用的时候哦，基本上第一个你自己受伤。我举个最简单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么多，有6000多亿，我不顾一切我给它卖掉，好不好？卖掉之后，这个跌下来，谁第一个倒霉？我卖的人自己啊，因为你卖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日本可能买啊，英国可能买？为什么他们跟它是绑在一起的？你以为是日本跟英国支持美国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日本有全球最高的1.2兆，英国有8000多亿，你就知道他们绑在一起。我不是支持美国，因为我们的利益在一起，所以你卖，你第一个受损失，我可能不会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讲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川普政府的这个执政之下，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不管是美元跟美债都已经失去了过去最辉煌时候的信任。那新任的未来，如果川普选了这个联准会主席，能不能救美元跟美债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呢，川普已经利用了他的这个自己私人的方式哦，去开除了联准会的理事跟库克，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也被启动了刑事调查。那鲍尔非常的愤怒，他就说他这一次会遭到刑事起诉，纯粹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总统的偏好来做行事。那么今年1月底，大家知道就是川普提名的这一位是 Kevin Warsh， 他接掌了联准会。确实，现在大家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政治指令，而不是联准会不再独立了？所以可以看到美股、美债都跌，那美元也同步转弱。Kevin Warsh 能够改变现在美元跟美债大家对他的不信任感吗？还是他会追随川普的意思？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鲍威尔生气难过当然是其来有自啦，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人如果不够智慧，你就会可能碰到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你看川普这个人，你就是要忠心嘛，你就是要听话嘛，你不听话不忠心，你一直在保持你的这个公正超然立场。他当然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告诉你说，你装潢的，我盖的 building 都算是你的，我就是要告你。你知道他现在很惨。但重点是，他是一个算某个角叫老实人，那以学经背景不一定输于他这个川普提名的 Warsh， 但是我跟你讲 ，Warsh 假设提名经过他要经过参议院通过嘛，他是1月30号提名的，他如果上来的话，你觉得 Warsh 跟 Powell 有什么差异？我觉得是灵活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你要我来分析 Warsh 这个人跟川普的关系以及他未来的走向，还有看他历史为什么川普会选他，而从某个角度，川普不该找他的，为什么？他叫做鹰派，他被定义叫鹰派。鹰派是 contractionary 的 monetary policy， 是紧缩货币政策的人。谁？川普不是要降息吗？不是要 expansionary 吗？不是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跟你讲，各位要解读经济学会有点学理啊。这个已经55岁的1970年出生这个人，当然他大学其实也不是读经，他是读公共政策。然后他后来他是 Stanford 的，然后到哈佛大学读的也是法律，他跟这个财经有什么关系？有，他毕业之后呢，因为他有旁修一些跟经济相关的债券资本市场，还有市场这个经济的学，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三脚猫的旁听课。可是他进到了实业界，他刚毕业不久，在1995年到2006年的时候，实务在 Morgan Stanley 做过副总。VP 讲到连有些副总做白金理专的，只是这个玩金钱游戏也没什么，可他够活。然后到2006年，他当然就进到了 Fed。你要知道，在 Fed 的时候，他可以到后来他又回去到2018，但重点2011就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爽，因为他反当时的 QE2， 这个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金融海啸 QE1 在什么时候？在2008年12月的时候丢出了1.725兆。第二次的 QE 在2010年的11月6号到2011年的6月8个月，每次750亿乘以8是6000亿，加起来是2.325兆。当 QE3 的400亿和 QE4 的450加起来850，在2013丢了1年，总那时候就是外债务就冲出 ，QE 就冲出债券多了3-4兆。我现在一个重点，他为什么要反？
奇怪了，不是要救市场吗？那时候是欧债危机，第一次是救金融海，第二次是救欧债危机。他反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通膨起来了。虽然当时不消费，因为这通膨是一个问题。他说你只要丢这样的货币供给增加，你知道我们货币让这个钱流出来有两个，一个降息是这个管价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是那个降准创造货币供给，这是管量的货币政策哦。当然 QE 属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好，那现在重点你会把通膨拉高，因此我不赞成这样那 QE2 好，他退场了，被人家讲他是鹰派，其实不是，各位要去了解他主要的目的是不要通膨。其实他发言2011不讲去年的发言，我觉得川普有看到，你好像不符川普要的降息，不是我要刺激经济吗？你上来你不是鹰派，你就不会降息啦。我跟你讲，不是，他要用另外一种换降息，叫做紧缩性货币政策。讲不好听，还是像 QE temper 的概念。是怎么说呢？你用这个地方来压通膨之后，缩表以后，你就有机会用利率降低是的确会产生通膨，但利率降低更会刺激经济成长。川普要的是经济成长，因此他走这条路。我跟各位讲，其实还是一句话，其实你一定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属性，他比较活，他要走的路线就是一个，他主要是要抗通膨啦。不过，我们从某个角度刚刚讲的，我还是想讲一下美国。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你只要问到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救美元和美债太难，再火还是很难。美债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因为我学这个的，玩这个的嘛，当时10兆外汇存底，不，它的10兆的债务，现在已经36到38件到40前4倍，短短的7年4倍这个17年4倍，请问这国家怎么了？怎么救？那么容易吗？最重要就是你的 credibility 信誉丧失。重点watch就是最重视就是 credibility， 你去爬文就知道，这个人学的是因为你有信用你才能发债，美国就是因为他信用发债才有今天可以一直印钞。但是去年2025年10月，中国尝试在香港发了1笔40亿美元10年期债券，结果得到全球去买单，10倍美国自己发的同样利率10倍的认购率。我告诉你，信用已经看到了。中国的信誉远超过美国，所以你要去救美国的美债的信誉有点困难。好，再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又有惊人之举了。近期呢，大家都知道他跟联合国的关系处理的是不太融洽，他竟然向全球有60个国家呢广发邀请函，说，大家一起来玩吧，我要成立一个叫做 Board of Peace 和平委员会的构想，强调呢要以一个全新的机制来处理近年频繁发生的世界冲突那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加沙的矛盾。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呢，这个和平委员会也可以说充满浓浓的川普色彩。我们来看，包括呢，川普他将担任首任的主席，并且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个就很耐人寻味。好，再来，一般的成员国他的任期上限为3年。之后呢，主席也就是川普本人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续任。你跟我玩得好，我让你继续待；你跟我玩不好，不好意思，你会被赶出去。那成员国呢，如果不想要遇到这样的尴尬状况，你也可以捐赠超过10亿美元的现金大概折合新台币这个316亿就可以获得一个永久会员的资格。哇，看这3点就知道了，非常有这个川普的纲要的感觉就是你花点钱，咱们来交个朋友，然后来玩玩看这样的一个商人思维。所以委员你怎么看川普现在拎出这一个川普版的联合国闹这一出戏，他想要搞什么？川普任期剩下不到3年啦，那请问一下，这个和平委员会存续期间可以超过3年吗？下一任美国总统如果是共和党呢，会接续他这个做法吗？如果民主党呢，更不可能接续他做法，所以他开心好玩就好，开心好玩，就像那个鲁特尼，对，鲁特尼克说要让我们总统开心让他开心就好。这个和平委员会其实没有到什么联合国的规格啦，它就是为了处理加沙走廊的土地利益的分配嘛。那土地利益分配，你给我10亿，我就分配给你多一点；你不给我钱，我分配少一点。会缴钱大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了，维持这个一个基本的运作了。这个他自己当主席，而且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威，谁能加入要我同意，我也可以开除你。哇，这个真爽啊，对啊。然后这个和平委员会可以控制一个加沙走廊的理事会、文官集团的政府。你看，那最糟糕的是以色列，我流血流汗拼命搞个老半天，加沙走廊我1块土地都拿不到，全部被川普拿走，这变成美国的海外领地，只是一个国际化的海外领地，一个托管地而已啊。那找什么 Tony Blair 来嘎一脚大家抽一脚。
那其他的有哪个政府的首长参加？那个这种人找 Tony Blair， 那你找现在的这位首相怎么办呢？啊，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川普在捞钱的一个机制啦，啊。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如何来处理？他可能3年内真的会把加沙走廊处理的有没用？我经常喜欢开玩笑哈，我说川普干别的不行，搞土地一把照，老本行，老本行。所以加沙走廊的土地问题，他处理起来比谁都好熟练。他要钱啊，他又不想美国出钱，所以呢，就是一个10亿收一收，够了啦，真的也够了哦。那够了，问题是，那川普卸任以后，和平理事会主席还是他吗？你先问这个问题，他没有说不是他哦，换句他继续控制这笔钱，他当加沙国王，是不是？哇，这个超有趣的。那把它想象成联合国，那就有点过了。为什么？联合国其他国家不会理会你，大部分国家跟以色列、跟那个加沙走廊也没什么关系啊，是大家也没兴趣尬这一脚。那你说啊，以后我们还可以处理加沙以外的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变成真的联合国，我跟你讲，美国其他总统也没兴趣啦，哦，就像那个印太什么印太经济架构一推出来，我就嘲笑他说，哎，那是拜登的玩具啦，果然没多久没了。那这个川普的玩具啦，没多久就没了。是，川普这个好热闹哈，大家还花钱交朋友。那我们可以看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和平委员会的首波邀请名单包括有谁啊？像加拿大啦、土耳其啦、埃及、阿根廷、印度、匈牙利等等，甚至这个欧盟执委会也都受到了邀请。那最近一直被美国羞辱，说你们是我们第51州的加拿大呢，他的总理卡尼就表示，好，我可以接受加入委员会，但是你要我花这10亿美元去买你的永久席位哦，不好意思哦，没有兴趣。另外，和平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也引发了某种阴谋论哦，说就是要削弱现在一些联合国可能话语权等等。尤其呢，川普近年又是关税啊，又是插手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事务，还直接派兵这个抓捕马杜罗，引发了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了俄罗斯，甚至法国等国的强烈不满。他们现在批评美国已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状况了。那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既然这个和平委员会你的诉求是和平嘛，我们先处理加沙，之后可能可以处理更多嘛。那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像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跟中国大陆，要不要加入呢？大家一起来玩嘛，坐下来讨论，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和平机会呢？杨老师，你会想入会吗？如果他邀请我，对，我当然会入会。你会入会啊？哦，现在的国际政治不要跟川普作对，尤其是他很重视的土地开发，好处哦，有好处。好处就算了，好处就算了，因为好处是他说了算。是，但是呢，如果他邀请你，你不去，你拒绝，那只有坏处。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跑到门口去敲门说我也想加入？那当然有管道。我在想有一些国家可能也有表态，但不容易。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在加沙处理问题之外，变成川普的维持国际安全或者是国际秩序的这种联合国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不要想得太多。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在处理加沙问题。也许在这个机制里面呢，将来碰到中东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因为加沙的稳定牵扯到就是它的房价，对，它的这个工程，然后呢，加沙的稳定会来自于中东的稳定、以色列的稳定，所以你知道，这就跟一个铆钉啊钉进去哈，让以色列的情况跟中东、跟全世界在地缘政治、在就是金钱以及房地产开发多个层面更进一步的龛嵌在一起。他的深意在这里。是。至于说啊，我们比到这个拉出来取代联合国，川普是退出66个联合国相关机构跟其他的这些国际组织，因为他1月8号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哪有什么国际法？我的行为只有我的道德观才能对我有所限制。也就是川普说，我就是规则，我就是秩序。那尤其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现在真的这样的搞。那因此，他要一心一意想去开发的加沙地区，他就搞出了这个东西。一方面找大家来募款，那60亿乘上10亿乘上60个不得了。对啊，当然加拿大说他不会付哈，有些国家可能不会付，也是不得了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利益在这边，我觉得其实他最主要是要去深化后续啊。这整个加沙开发的想法，所以你不要小看它，
他把大家绑在一起，利益绑在一起，然后呢，地缘政治绑在一起。但是你要把它提升取代联合国，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在想，他大概不会去邀请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俄罗斯也许会，所以我们就等到那个结果出来，他大概不会去邀请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反而怕中国大陆的力量进入到中东，所以呢，那我觉得北京也不会去敲门，那因此联合国还是有它的用处，川普美国也没有退出联合国，但你说要取代它不容易的，是。好，刚才有提到加拿大不会要付这个10亿美元加入你这个川普的小群体里面，但是呢，最近加拿大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可能会让美国要提出一些警戒了，就是呢，枫叶国它最近一直被美国嘲笑是51州嘛，各种关税、各种话语都是对加拿大人很不客气，所以现在呢，加拿大转而去跟中国大陆破冰交好了。总理卡尼亲自访问到中国，还跟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呢，达成了不少正面的关税协议。像是加拿大将开放中国的电动车啊，每年4.9万辆的进口，而且税率从原本的100%是大幅降低到6.1%啊，这是打了一个超级大的折扣。作为互惠呢，中方也降低了对加拿大的这个油菜籽的关税。3月1号开始，从84%调降为15%，并暂时移除像是油菜籽粉啦、龙虾、螃蟹、豌豆等等农渔业产品的一个针对性关税。过去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跟美国无论是地缘啦、种族啦、文化啦，可以说两个人是最亲近的这个兄弟之邦。那这一次兄弟之邦率先去跟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心腹大患中国交好了哈，做出了一个示范跟宣言，告诉全世界各国，你不想被川普霸凌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去跟这个敌人的敌人做朋友，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而中国可不可以扮演好接纳这一些新朋友的一个最佳合作伙伴的角色呢？舰长怎么看？我们先看啊，刚刚这个和平委员会，东亚有一个多山的那个小岛，它会不会起心动念去加入这个国际组织？而且川普本人可能他也想捞钱，然后他也想创造这个模糊，甚至他想要牵制中国大陆，他会不会也同意了？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啊。第二个，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刚刚杨老师讲的非常对啊，就是川普千万不要得罪，还是在很多方面要继续合作，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关于北约的部分，你只要敢对格陵兰怎么样，他就给你加税，所以不是每个国家都跟中国大陆跟印度一样可以承受这样的关税，还可以继续谈判。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从卡尼出发，卡尼当初他是怎么来讲中国大陆的？他说近年来啊，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那在这个加拿大必须要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这个讲的也就是原来就是单极，现在变成G2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加拿大当初跟美国肝胆相照，结果惹来的就是第51州的肝胆俱裂。可是我们来看啊，相对于美国之外啊，这一个加拿大跟中国的贸易到底是如何？其实我们讲到两个国家的交好与否啊，其实背后的支撑都是贸易。如果说我们来看2015年到现在2024年。这是2024年的一个数据啊。那如果我们来对比的话，其实这2024年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关系并不好啊。那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这一个红色的部分，或者是中国的进口蓝色的部分，其实10年之内都是翻倍成长。在这翻倍成长里面呢，其实包含的项目非常多。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它出口的项目，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的强项，也就是有关于电子产品啊、纺织品啊，以及这个衣服、鞋类之类，都在这个位置。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进口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原物料。那这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现在对于加拿大建立了非常多的一个门槛，建立了非常多限制的部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
这一些国家都已经盘点过那个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美国该如何的选择，所以我们讲到说加拿大才会做出这一个跟中国大陆成为这个新型战略伙伴。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元跟美债这个时候双杀，全球是否已经出现了卖出美元资金大逃杀的这一种趋势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系，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2026年才开年不到1个月，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一些风暴的前奏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几个指数，美元指数单周不断的暴跌，创下从去年4月以来已经是一个最差的表现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债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现在资金正在逐渐的撤离美国当中。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是来自于巴龙周刊也特别说了，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认为就是弱势美元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到来，而导火线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动荡之外，包括川普在处理格陵兰的问题，他不断的用关税来胁迫这些欧洲国家，让这些欧洲国家也认为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下跌，他们也在卖出美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结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这个债市在跌，或者是汇市跌，避险资金现在已经逐渐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动了。各国现在买什么呢？买的就是黄金。波兰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吨的黄金，欧洲、印度、亚洲机构全部系统性的就是要把美债给减持掉，而避险资产现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资金开始往这个地方在不断的走。经济学家说啊，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川普好像也没在怕，他认为说，美元就算上下波动，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会不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在这边的出口的竞争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资人，他也说了，全球资金他观察到正在撤离美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正从贸易战走向了一个资本战争，这是来自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的发言。赖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卖出美国的一个风潮在全球兴起？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在移动啊，但是它并不是说川普这1年内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移动。事实上是拜登时代就是拜登的4年跟这个川普累计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早的导火线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非法冻结跟没收，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家他内心里面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们把俄国赶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去另制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化货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另外的区块链的问题，来去回避这个 SWIFT 的影响力。所以等于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 SWIFT 的影响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额在减少。那么本币交易的这种清算银行的机制在建立起来，区块链的建立的机制在建立起来。所以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当初去把这个 SWIFT 这一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把俄国的海外资产冻结，这个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美国。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俄乌战争冻结开始，中国大陆就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开始抛美国政府公债，就不断的在抛，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抛。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们也做同样的动作，都在抛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就是说买一些美国政府美国私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在抛售美国政府公债的情形下，他们在做移转。第三个，他们的动作，这个就是蔡委员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增持黄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如果经济的动荡不安时代来临，那金本位制当时也是俄国的金本位制帮俄国度过了那个难关，那大家就会去核算，
我的黄金的储量够不够？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那你本身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开始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在增持黄金。可是又由于美国他们去没收、冻结别人的资产，他们对于美国把黄金放在美国、放在欧洲又不信任，他们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国大陆就在上海成立一个黄金市场，就是黄金我不放在那边了，我要搬回来，搬回来运走，这个会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离开美国，当然就构成影响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大家都在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就成为推倒这面墙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为第一个他的关税，第二个他的胡作非为，然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未来，然后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政府的公债不断的在抛售，原来就大陆嘛，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话，那大概美国就完了。因为日本是最听从美国的，也最怕美国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开始在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开始要把这个钱拉回来救日元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终结日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连日本都走的时候。那欧洲的国家你要看欧洲其他的国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现在是丹麦走第一步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要大国出来走才有效。对。那欧洲的大国如果出来走的时候，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美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是有了，但是你说要把美国推倒，到目前看起来还不到了。但是要这些大国都站出来才有效。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哦？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真的不断的出现弱势美元、卖美债美元，这后果不堪设想。委员怎么看？都不会。我一再鼓励呼吁中国大陆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金融强国。不要只是制造业强国，什么世界市场、科技强国，少了金融强国，你就是不是强国。美国最强的就是它的金融强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为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陆去年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就是它的贸易的顺差1兆2000亿，对美国贸易已经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贸易顺差还1兆2000亿。可是不要忘记，这1兆2000亿啊，1兆。其中的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它不是用其他货币收入，不是用人民币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把这个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银行、散在民间、散在外销企业里面去。那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你为什么不收黄金？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银行系统加证券市场加起来所构造的一个金融强国，目前无可取代，那你说中国大陆出口了，你说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币，你敢吗？我出口到欧洲，你敢拿欧元吗？你出口到日本日本拿一点，最好还是拿美元，对不对？跟台湾买东西，台湾一定跟你要美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成为金融强国，是我对他们一个期待。好，但是美国作为金融强国，短期内没有人可以取代它。就是那你说美元会不会波动它的韩洲美元只是单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单周暴跌。对，我们那个新台币蹦一天都不止5%了，还被我骂得臭头，对不对？好，那再来这个美债跟美元是没有关系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货币。最大的储蓄，所以大家在抛美元买黄金量还是很少。如果全部我们美元抛的钱买黄金，像黄金不知道应该1盎司至少是10万块美元吧？恭喜啊！就是还没到那个行情没有那么多，就开始人家准备而已那这个资金美债是因为美国要赤字那么大，川普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国防那要印钞票要卖公债印钞票，那公债当然跌，利息当然上。可是他就要换联储会主席，要把这个利息压下来，就要印钞票那印钞票美元就更跌，所以这个绕那个循环，那会不会倒？不会倒。就是刚才赖教授讲，他就是不会倒那你说资金正撤离美国，哪有撤离美国？中国大陆整天收那么多美元
现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啊，他美元买了，他该怎么办？就是要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管理。那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科技已经慢慢赶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这一块，那是谁耽搁了呢？平常心讲，就上一届的央行总裁、央行行长，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金融系统该升级的时间给耽搁了。当然，可能跟他们那个整个国家领导人不懂金融体系，那一直以为制造业才重要，好像去金融业上班啊，就是赚大钱，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这两码子事啊，这两码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脸嘛，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资金不会撤离美国啊。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收美元，怎么会撤呢？没有人会撤啊。对。那你说弱势美元，美元弱势强势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啊。那说世界从贸易战走向资本战争，这个乱讲。贸易战还有关税什么东西？那什么叫资本战争？你要给我买货物，我不收美元，是叫我收什么？对吧？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说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买美债，可是我要买什么？钱还放在美国银行里面啊，还是存在美国银行里面收利息啊？或买企业债券、买理财产品、买 ETF 啊，只是不买美国政府公债，那你在跟我讲笑话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还有那个经济学家什么 Weinstein 我没听过，他是个肉收银行一个小银行的经济学家。一旦局势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已经局势早就失控了，后果不怎么样，美国股市照样涨。好，所以一样的问题，请教李将军，就说到这个美国股市照样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李将军。最近这段时间黄金疯狂的涨去年涨了64%，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嘞，就已经涨了快20%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风还挺大的，那这个妖是谁呢？我觉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这一段，这个从你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之后，这一番的操作，然后让整个美元走向贬值，那当然就推升黄金向上那我认为这个会造成黄金这一波的涨幅当然第一个是跟这个美国，你跟这些盟邦国家，包括你这个要攻打、要强占格陵兰，还有你的关税政策把所有盟邦国家都得罪了。虽然说短期之内这些国家对你来讲经济上面可能也伤不了你的这种要害可是等到大家都共同有这种理念的时候，那所谓有一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我们现在看到丹麦，它虽然说是抛售美债，只抛售1亿美金虽然说金额不多，可是会不会起一个带头一个风向的作用？第二个，美股现在在涨，我认为涨的大概都是科技股为主了最近这段时间。包括 NVIDIA 或者是说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们在大涨对于民生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帮助。第二个，美股会涨，代表的是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什么人才会去买股票呢？当然是有钱人才会去买股票嘛。我记得 SARS 那段时间，美国这个大撒币那补助那些人的钱以后，有2种人，一种就是我只是这个租房的人，我收到钱以后，我当然就赶快把我房租还掉。那房东他除了收到第一笔美国给的钱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给他的钱。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多了钱放哪里？他就去买股票。我觉得美国股市涨跟这个有关系，跟他这个大印钞有关系，跟科技股飙涨也有关系。因为总是钱就这么多嘛，那为什么都跑到美国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基层民众是怎么样过日子。我觉得美国很明显的他大概90%的财富集中在10%这个金字塔高端的人，那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实上，后面的90%，我们看到美国基层的民众有很多生活是在斩杀线之下对，万一一旦他这个生活面临了困境，譬如说他要看病就医，要花到他们斩杀线指的是400块美金，要花超过400块美金，他可能房贷就交不出来了。可能人生立刻从一个正常生活跌落到变成一个游民的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美国股市涨这表面现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们生活还是在这个斩杀线的边缘，在那边讨生活的。好，谢谢李将军。